你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包拯究竟长什么样吗？他的额头上到底有没有月牙？这里就是1000多年前包大人曾经上班的地方——河南开封府。你见过包拯的龙头铡、虎头铡跟狗头铡吗？你知道包拯的额头上究竟有没有月牙？他的脸到底是不是黑的吗？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包大人根本就没有铡过陈世美，你敢相信吗？今天就跟着阿波一起走进开封府，去看看真正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。走吧。历史上开封府呢又被称为南衙，始建于5代后梁开平元年，距今大概差不多有将近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条长长的甬道正对面有一个门，就是开封府的仪门。在仪门的右边有一口铜锣，这个铜锣呀，它叫做开道锣。比如说包大人要出巡的时候，开道锣会在前面开道，开道锣一响，没人敢挡。在开道锣的对面，这边呢就叫做鸣冤谷了。我们在电视上呢，很多人可能都看过，有冤情了就过来击鼓鸣冤，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鸣冤谷。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，这口鼓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够乱敲，因为古代人如果要是到开封府来告状，首先你得写状纸，走程序啊，并不是过来就直接敲鼓。在古代，如果你不小心敲了几下，要打将近40大板，所以啊，这个鼓没有人敢敲。那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鼓才可以敲呢？比如说开封府发生了大事，要紧急集合，那么可以击鼓集合，它就是一种通告或者是一种警报的作用。咱们到开封府的里面去看一看，这个呢就是开封府以前的大印了，它是按照当时开封府真实的大印放大100倍来制作的。由于开封府需要处理的案件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个大印啊1年就会被磨平一次，1年就要重新换个新的。而且呢，开封府当时批写的公文也特别的多，1个月大概使用的毛笔就要消耗掉1整箱。你想想当时的开封府，它的业务有多么的繁忙。这里呢就是开封府的核心院落了，对面呀就是包大人平时升堂办案的地方。这边有块巨石，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界石，上面写了3个字：公申明。这3个字呢，就是用以提醒为官者，只要公正才能够明察秋毫，只有一颗公为心，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清正廉明。在石头的北面还刻了这么一行字：耳奉耳禄，民高民止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这16个字刚好呢面向对面的大堂，时刻告诫为官者要以民为本，以国为本。这里呢就是包大人平时升堂办案的地方了。在正大光明的下方有一幅海浪图，警示为官者要轻视海水，不可贪赃枉法。在正前方看见的就是包大人所使用的3口铡刀了。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，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，狗头铡就是铡平时的诬赖百姓。而在屏风的前方还有一个3尺公案，上面放着文房四宝，分别是金堂木、断案牌、发令牌以及开封府的大印和签筒。签筒里面有红色跟黑色的2种令签，黑头的签呢是补签，就是下令补人用的；红头的签呢是刑签，就是下令行刑的时候所使用的。在大堂甬道的左右2侧呢，分别是左厅跟右厅，是开封府副长官的办公场所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副市长办公室。历史上著名的苏东坡、司马光等就曾经在开封府担任过副长官。但是开封府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出名，叫梅花堂。据说历史上走后门这个词就源于此地。带你去看看包大人当年是如何走后门的。走吧，这里就是开封府的梅花堂了。那为什么历史上说走后门这个词据说是源于此地呢？其实啊，包大人每天上班都有处理不完的诉讼案件，特别的繁忙。于是呢，就下令打开开封府的后门，允许百姓任何时间都可以直入府内诉说冤情。而梅花堂就是当年包大人开后门辩服问案的地方。因为包大人此举呢史无前例，甚得民心，以至于后来在民间演绎出了一段包公盗坐南衙的佳话。这里就是开封府的牢狱了，叫府司西狱。一般的犯人呢进来之后，最多只能在这里关押大概40天，然后再分派到其他的地方继续关押。所以这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
看守所。这位呢，就是监狱的狱神，他的名字叫高尧。我们中国最早的监狱，包括刑罚，就是他一手创办的。所以很多的犯人进来之后，必须得先拜拜狱神。开封府的监狱呀，不仅分为男牢，还有女牢，甚至呢还有男死牢跟女死牢。要不咱们先进去瞧一瞧，就进女仆牢去看一看女牢里面到底长什么样。哇，这个地方有点狭窄，上面有很多的铜丝，看见没有？因为古代呢怕很多的人越狱，所以在上面加了一层铜丝网，铜丝网上还会挂上铃铛。如果有人翻墙准备要爬走，铃铛就会响。所以这就是以前的报警系统，叫天罗地网。咱们到牢房里面来瞧瞧，这个门你看很窄，进来以后，这应该就是以前牢房里面的床吧？你想多了，牢房里面一般是没有床的。别看它上面铺了一根稻草，你就以为是女犯人睡在这儿。其实呢，古代牢房的场景大概呢就是一个房间里面睡满了人，有10几个，有些人呢是站着，有些人呢是坐着。那更惨的呢，你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只能够蹲在这个角落里头。所以有一句话叫“蹲牢房，蹲牢房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那包大人的头上到底有没有月牙呢？这里呢有一尊目前国内最大的铸铜包公像，高度呢达到3.8米，重量达到5吨。铜像的神态威严，栩栩如生。你看他的额头上是不是没有月牙？包拯呢，他是安徽合肥人。生于公元999年，29岁就考中了进士，死于公元1062年，享年64岁。在那个年代能够活60多岁已经是高寿了。他一生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以民为本，尤其是在开封府时，政绩卓越，名震京都。在当时流传关节不倒，有阎罗包老。历史上的包大人额头上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月牙。他也不是黑脸，那为什么在戏曲当中要给包大人头顶上加上月牙，而且脸要给他弄这么黑呢？因为黑脸在戏曲当中代表的是公正廉明，白脸代表的是小人。那为什么包拯的额头上明明没有月牙，我们要加一个月牙上去呢？因为在古人看来，包拯他公正廉明，既可以白天审阳间，又可以晚上审阴间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走进河南的少林寺，看看18铜人是不是真的存在。